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我们的头条焦点先来关心，美军又偷袭伊朗了，这一回呢还威胁会炸毁阿曼，让中东的盟友现在对美国可以说是集体的心寒呐。革命卫队在此刻也放话要打造侵略者的坟场，同时革命卫队祭出了最新的报复性动作。等一下这些议题我们会在节目上一起来做关心。先欢迎到场来宾，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思敏，各位观众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记得先帮我们的影片看到之后先按赞，并且呢在留言区写下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可以写下思敏我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会来个别针对观众朋友如果特别留言的话来做回复。看到热推荐也请记得帮我们按下热推。今天在美伊上面的战事，赶快带观众朋友来看到，因为呢有了一个最新的进度，中东火药库难道再次的被美国给点燃了吗？我们知道美军日前才说呢，他针对于伊朗南部实施的这一次的最新打击，他说这个叫做一个自卫性的打击，强调说我们虽然做了打击，但是美伊停火暂停的停火还是有效的，目标还是持续的锁定靠近荷姆兹海峡周边的军事设施。但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伊朗方面有了最新消息传出来，革命卫队称，为了报复阿巴斯港机场附近的袭击的事件，已经正式的对美国的空军基地发动了打击。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除了针对美军基地之外，同时，伊朗也说了，现在更向4艘试图穿越荷姆兹海峡的船只正式的开火了。两大动作是在今天早上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好，另外在美军在这个行动不久之后，除了刚刚的2项的这个军事打击之外，我们来看到的是，在伊朗的南部的地区，南部的战略港市，这个是阿布斯港，又接连传出了多起的爆炸声响，而且至少有3到4次的爆炸声响。防空系统一度是启动，目击者说他有听到战机在空中当时飞行的非常的大声，而且呢还疑似有听到地对空飞弹发射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声音。而革命卫队其实他们的领袖非常的火大，高层也直接对美国喊话了，他说接下来从查巴哈一直到马夏这些被美国攻击的地方，都会接下来成为侵略者的坟场。这话说得非常的重。那事实上，美国官员才证实的，美国在昨天晚上再次的对伊朗发动了这一起攻击，已经让国际油价因此反弹了3%以上。而在中东国家，包括了这个科威特的军方，也赶紧来启动应变了。因应的就是敌对的飞弹跟无人机在这个地区所造成的威胁。那么他们说已经启动了防空系统，防的就是飞弹还有无人机。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了现在伊朗的各种动作，不管是美国的军事基地对于海峡再次的开火，还有公开威胁港口城市全面的军事化，代表伊朗会进入另外一个升级的打击模式的意思吗？那厉将军怎么看？美伊双方虽然说现在正在举行所谓和平的会谈也双方也开出了很多彼此互相这个条件也开出来，但是军事方面来讲我们现在看到美伊双方却是零星的交火不断那事实上，这个在这次打击之前，大概在前天，美军已经对伊朗的海边实施第一次的打击。那次美国自己宣称是做一种这个防御性的攻击这个军事上面好像没有这种词语，你是防御还是攻击了，对不对？那按照美国日面上面的解释，他是发现说是伊朗的部队这个无人机已经准备发射出去了所以说在这种状况下，他认为说伊朗会对他基地发动攻击，所以他先发制人，对这些无人机实施攻击。但是在这过程之中他自己被击落了一架MQ9的无人机。所以如果说是就金额来讲的话，我觉得美军损失会比伊朗要大伊朗大概损失了几架无人机好像4架无人机吧。然后但是美军自己损失的是一辆MQ9，但是没想到在这个昨天的时候又发生第2次类似这种情形这个美军又对阿巴斯港实施攻击，但这次来讲，伊朗在刚刚最新的讯息来讲，立刻实施报复。那之前它是属于防卫性的一个动作，但是这次他又主动攻击，他又用无人机这个攻击美国在科威特的基地空军基地。那这次美军用爱国者
导弹来做拦截。那从价格来看的话，这个美国这次又吃亏了。你爱国者去拦截这几架的无人机，那是不是很明显的又吃亏？可是你不拦截又被打到。对，所以我觉得美伊双方当然高层来讲的话，政治层面方面，双方虽然说现在进入一种谈判的程序了，可是就军事上面来讲的话，双方是完全没有彼此互相信任的基础。只要对方稍微有一点动作他就会这个立刻绷紧神经，甚至于草木皆兵立刻这个立刻用军事动作不管是实施攻击或者反击或者是防御。所以从这几次的攻击看出来，美伊双方在军事上面是完全没有信心，你也不相信我不会攻击你，我也不相信你不会打我，所以军事上面交火不断。可是我认为说是这个，如果说持续交火不断的话，那当然这个战火如果说一不小心这个擦枪走火，这个野火燎原的话，那军事的动作会更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美军来讲，它的这种2艘的航母战斗群原来以前在这边的林肯号航母战斗群。还有迪里波里号的2栖攻击舰最近听说又要去1艘这个布希号航母战斗群有5万个美军的大军驻守在这个地方，包括海空军。但是这种状况之下，美军是很难撤军的，你部队就撤不了，离不开那这个当然伊朗这时候有地理之优势，他特别讲说用查巴哈到马夏这个地方会成为侵略者的坟场。查巴哈跟马夏在什么地方？它是在伊朗的这种南部也就是这个荷姆兹海峡南边的海岸的2个城市，一个是在伊朗的最东端，一个在西端。也就是说，它沿着海岸线这一线来讲的话，它会在这边构筑它的防御阵地。当然，这些防御的攻势，我相信包括到地面的防御攻势包括到海空的防御攻势。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 MQ-9死神无人机又坠毁1架，之前就已经这个被伊朗击毁24架，那这一架来讲应该是第25架无人机被击毁。那我们不禁要怀疑，以伊朗来讲的话，它现在可以说是毫无空军的力量，因为它几乎没有空军的战力战机几乎有啦，但是都是老旧型的空军包括到这个 F4U04战机 F15那种这个 F14的这种老旧型的熊猫战机那都已经是30-40年代以前的战机。那当然地空的中长程导弹它都没有，它现在唯一有的这种防空武器大概就是短程的箭射型的防空武器，有他自己研发的，也有俄罗斯给他的柳树型。那当然传说中也有中国给他的红鹰箭射型的这个弹道飞弹。但是为什么光靠这些短程的这个防空武器它就可以获取制空上面一定的这个战果这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军事的人去研究的。因为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它对抗的是这个世界制空的强权美军居然到目前为止，如果说之前说42架，今天加这一架的话，等于43架的战机已经被击毁了。那伊朗凭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如果说美军在伊朗方面就没有办法100%取得制空的优势，那后续来讲的话，它不太可能在这场战争之中可以获得战场上的一个胜利。好，在这一场的战事当中，这种各种小波的攻势当中，可以看出美伊之间的互不信任。还有呢，确实现在对于美军来说压力非常的大，因为都是这一些刚刚将军帮我们提到的这些高价的武器被打下来，包括了多架、数十架的 MQ-9死神无人机等等。那在此刻，我们也看到，其实呢，中东的海湾国家现在对于美国的信任度也在快速的下降当中。尤其我们要特别来看到，是因为川普呢这一次喊话的对象竟然是阿曼，一向都是在这个处理美伊斡旋的一个角色，而且跟美国过去的关系是良好的阿曼没有想到川普在此刻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呢，要求阿曼不要去介入荷姆兹海峡的问题，否则话说得很重，他说就会被美国给炸毁。这话一出，当然了，这些海湾国家听在耳里更是紧张了。但是呢，在此刻，竟然我们看到川普还是继续的推动
亚伯拉罕协议，要希望这一些中东国家跟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当然了，这些国家立刻做出了反应，包括了巴基斯坦拒绝之外，沙烏地阿拉伯也是说呢，除非巴勒斯坦建国，要不然他也不愿意加入。所以看到整个阿拉伯国家的态度都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松动。接下来海湾国家还会愿意绑定美国的这些军事基地啊什么的在他们当地吗？还是会开始向中国大陆来靠拢？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海湾国家在产生变化，这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问题啊。过去是海湾国家的逊尼派跟什叶派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有宗派之间的仇恨跟斗争啊。所以对于海湾国家来说，他们对于伊朗是恐惧的，是畏惧的，所以他们需要美国提供给他们一个安全保障。那他们怎么样让美国愿意提供给他们安全保障？他们当然就付出很高的代价，向美国购买庞大的军事武器装备，然后让美国在他们的国家内设有很庞大的军事基地。这个好像跟台湾很像，就是设有很庞大的军事基地在里面，让美国驻扎在那个地方。然后再加上他们在石油上，他们跟美元挂钩，来帮助美元国际化。所以他们等于是付出庞大的代价来换取美国对他们的安全承诺、安全保障。结果在这一次的这个美伊的开战中，也就是说，美国发动了对伊朗的不正义之战，在国际上是被谴责的，在联合国上是违反国际法的，所以它事实上是孤立的。也就是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在全世界，美国跟以色列是被批判的，包括美国的盟国、传统的盟国、欧洲的所有的国家都不敢跟美国站队。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海湾国家，因为在过去让美国在那个地方设军事基地，让美军驻扎，让美军可以使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对伊朗进行攻击，而他们招来了杀身之祸。他们招来了杀身之祸，因为伊朗完全有正当性。为什么？因为按照战争法的规定，你可以对源头进行打击。也就是说，当美国使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攻打伊朗的时候，伊朗就顺理成章可以对于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美军的军事基地进行攻击，而且也可以提供给美国的这一些援助的国家进行攻击。是，所以这样的情形使这些海湾国家，特别是这个阿联酋，它本身受到的攻击是最激烈的，受到的伤害是最激烈的。但是不管从卡达、巴林、科威特、阿联酋，甚至沙特阿拉伯这5个国家，他们竟然发现，美国非但没有保护他们，没有提供他们安全的维护，美国把主要的力量用在保护以色列。那这个对他们来说的话，他们觉得很错愕。也就是说，我提供这么多的钱，提供这么多的牺牲，我甚至我用我的美元跟你，我用我的石油跟你美元挂钩，结果我完全换不来你对我的安全保障，结果我反而遭到这样的一个攻击。那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当然想法在改变了。这个在战争的过程中都已经产生了激烈的变化。第二个就是大陆成功的把什叶派跟逊尼派的磨合，也就是减少他们的矛盾跟冲击跟过去的仇恨。所以当沙特阿拉伯跟伊朗握手的时候，其实很多海湾国家除了阿联酋以外，少数的国家，绝大部分的国家都缓和了跟伊朗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对美国的安全的需求跟保护也没那么高了。这样子一个相互叠加下来的话，你想是不是产生了质的变化了？所以卡达率先的说，战后他们在考虑是不是让美国重返卡达。卡达如果这样做，那阿联酋如果也这样做的话，伊朗在美军在海湾国家能够在使用的军事基地就变很少了。可是问题就在于海湾国家，那它的武器装备怎么办？过去使用的都是美式的武器装备，跟少部分的欧洲的军事装备。那未来很有可能会采用巴基斯坦的模式，也就是海湾国家出钱，向中国大陆买武器装备，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训练出他们的军队来帮他们的
成为他们的佣兵来保护他们的国家，这不是就是三全其美的一个做法吗？对美国反而是最不利的。好，我们看到这一场战事，现在呢也因为现在看到整个地缘政治的变化，海湾国家对于美国的态度已经开始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转变哦，是为求自保，他们已经开始改变自己原本的这个态度了。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呢，对于川普的不信任度，除了来自于海湾国家之外，包括美国自己的人民也非常的不信任川普，而且呢，最新的民调，美国的社会整体是非常厌战的，不管是多家媒体现在看出来的民调都是显示如此哦。我们先来看到最新的一个民调是福斯新闻，他说60%的民众支持限期，赶快结束这一场战事吧。然后呢，《纽约时报》有一半的人主张立刻停火，华邮65%说不信任美国有能力可以阻止伊朗永和这件事情，只有22%认为战争可以摧毁伊朗的核计划。英国学者也说呢，现在美国进入了麻烦期哦，短期战争的谬误当中，以为说靠着这一些高科技AI 的火力可以快速的解决这场战争，结果现在自己难以抽身了。聂老师怎么看？OK， 我觉得短期战争这个修 round 的这个 war， 他认为这个谬误呢，原因产生只有一个啦。川普这个人，他的狂妄、自信、自大，然后没有严密的一个事前计划嘛。我觉得这就是他的谬误啊。其实当时他在要攻的时候，那个五角大厦都不认为现在该攻，因为你还没有完整计划你就攻了。川普只是用他过去1987年里面书所写的攻击再攻击。当我要你投降，我跟你在谈判桌上谈的4个东西，你竟然好像每一个都不想答应，我就先打你，打到吓到你以后，你就会接受啦。他以为这样一下就打倒了，那时候还喊最多4天，请问现在已经几天了？快近100天了嘞，已经90天了。我现在一个重点，当时4个重点是什么东西呢？他几乎都没拿到。你知道，今天其实有一个讯息说，他们要签一个和平协议，是一个临时的和平协议的草案的暂定版。临时又草案又暂定，请问你觉得他们结束了吗？之前讲说已经达到95%可能和谈了，我跟你讲，现在已经不叫战争，就是和谈，到底要不要谈？我觉得谈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在，因为伊朗知道美国你这个川普是不可信，我们所提的东西，包括第一个，你不要再打我们，川普可以说我不打了，可是我要国际保证，西方世界盟友都要保证，你知道他也去游说了欧洲国家，我跟你讲他们不相信川普，因为讲了川普讲，将来还是会打我。你看这几天不是一样吗？他没有办法签下去啊，不是伊朗的问题，是川普的个性让他们不敢签。第二、第三、第四都跟钱有关嘛，不管是经济的制裁的松绑，或者是这个资产的解冻，有没有？当然这有可能资产解冻，那经济美国也不会把它松绑。最后一个就是要赔偿，当然这个让川普非常火了哈。那不管怎么说，所以伊朗不能让，他就不让嘛。可是美国呢，消耗战这不对称打到这么严重，他不能不让，他必须让啊。那这时候川普怎么办？他必须找下台阶。川普就也很可怜啊。大家问他说：“你在不在乎其中选举？”我不在乎。我跟你讲感情事件最敏感的事件，当你很喜欢一个女的时候，你在不在她的心里？我根本不在乎，心里每天都在想，很在乎，你知道吗？越说不在乎，越在乎。这此地无银300两，他很在乎。现在问题就来了，说他怎么办？刚刚讲到出现谬误，现在有很多人在形容他已经出现2个最大的致命伤。哪2个致命错误？第一个就是事前他未获民众支持，就做了一个所谓缺乏攻击的明确事由就攻了，这个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第二个呢是缺乏清晰的退场计划。现在他无法退场，他又要面子又要里子，这个问题大了。他只能用他过去的几招，怎么说呢？不认错，死不认错嘛，永不认输。他只能这样啊。他有几招可以用，全部推给前总统。这些时候累积的都是以前总统造成的，诸如此类。或者他反正就是避重就轻，他永远说：“哎呀，我没有输，你知道吗？”他输了也说：“哎呀，我让只是因为什么原因啊，为了怎么样？”然后呢，他耗不起的，他绝对不讲。最后一个呢，他一定会一直强调，你看伊朗还是被我打到很多地方打这么一个穿着皮鞋，原来财大气粗的，只不过攻击了人家部分地方，当然对方这损失惨重，你就一直拿人家损失惨重来给自己家下台阶，这是他可怜的地方。因此大家明眼都看清楚，川普现在要下台还蛮可怜的，他还面临到了现在荷兰海峡造成的石油的问题，产生通膨的问题，产生经济的下跌，其中选举你觉得他在不在乎？他心里很在乎，表面说我不在乎 ，I don't care。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
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中美科技战今天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到是 AI 的霸权易主吗？今天会来关心到是阿里的这款 Q1 3.7 Max 正式的超越了 GPT 还有 Gemini， 杀进了全球的顶尖的模型当中。那么另外一方面，等一下也会来关心到是腾讯的晶片则是击败了辉达，西方科技护城河难道会出问题吗？欢迎观众朋友等一下在留言区来留言。如果您认为说未来 AI 的霸权已经易主了，可能由中国大陆追上美国，甚至超越美国，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答案是反之的，美国还会持续的维持领先的话，留言区写2，来跟我们做更多的互动。好，今天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我们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包括第一个，如果 Q1 的3.7 Max 真的在程式当中超越 GPT 跟 Gemini 的话，甚至进入全球第1梯队，这代表中国大陆 AI 在核心上已经追平美国了吗？是第一个问题，等一下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第二个事情，如果中国的晶片真的能够超越NVIDIA、Intel、AMD 等大厂，代表这个算力结构已经出现了一个关键的变化吗？最后我们也会来关心到的是 AI 可以长时间自主写程式，代表 AI 已经开始主导战场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我们要赶快来看到这个是最新的消息，其实呢可以说是震撼了业界 AI 圈，因为阿里巴巴推出的一个最新模型，这一款叫做 Q1 3.7 Max， 在程式的设计权威平台评测当中传出呢，这个成绩达到非常好，现在来到第4名，而且是超越 GPT 跟 Gemini 的，夺下了全球第4，而且是非 Cloud 系模型的第1名，代表大陆自制自研的 AI 现在正式杀入了 AI 的重要皇冠的赛道当中，而写程式的能力也备受看重哦。这当中我们来看到欧文也做了一些比较艰巨的任务，当中包括训练俄罗斯方块的 AI， 结果我们来看到这个训练打败了谁呢？包括打败了 GPT 还有 Opus 等等哦。成本重点来了，成本非常的低，只有1.32美元，可是性能是大幅提升36%的。重点是它可以自主的工作，而且连续的工作长达35小时的时间。再来就是它的推理速度更是一口气暴增了，达到10倍。我们来看到来自于史丹佛大学的教授，AI 指数早就已经示警说，美国仅以2.7%的这个实力，微幅的领先中国大陆而已。刚刚说了嘛，我们还要关心的就是这一款腾讯它所推出的自研晶片沧海 V2，在莫斯科大学的硬体编码的这个比赛当中，竟然是击败了西方的 AMD、NVIDIA 跟 Intel 等大厂，部分的指标甚至大幅领先，达到了30%以上。而且呢，这款晶片已经正式的进入了量产，预计今年下半年就会提供一个全面性的服务。要来看到这一场中美之间的这个科技大战，尤其在 AI 领域，刚刚讲阿里的这个 Q1 超越 GPT、Gemini， 老师怎么解读 ？OK， 我这样讲好了，我们活过了岁月哈，大家经历过.com 的那个年代，1990年代 Net 出现了，然后呢，后来呢 Net 可以到处连接，变 Internet of Things 啊，就是网际网络。好，再来呢出现了所谓的Internet 以后 Internet of Things， 最后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lus Internet of Everything AIoE 啊，所有东西万物相连，出现了这个我们叫做 CPS 什么 Cyber 这个 Physical System。那时候我有一些演讲讲过这个，那是在7、8年前。你知道这个东西很快就变成了，好像就变成旧故事。在2年前出现了一个可以让你脑动作的，叫做 ChatGPT。这个出现，当黄勋这个皮衣男也出现了，让大家都知道，哇，你知道跟他有关，太厉害了，全世界变了，脑可以动作，可以自主动作，不过他还是回应你的问题，他不是自主的哦，他可以回应，可以解答，他可以协助你很多东西，还不够，现在更可怕，自主编码出现了，这图片不得了，各位去注意一下，最近啊，这个事情不能再推了，这世界要毁灭了。我怎么讲呢？因为最近最厉害的就是。你刚刚讲到 Q1 3.7， 那需要花时间去讲，它几乎超过了 ChatGPT， 超过 Gemini， 但它很难超过 Anthropic 的什么东西、Cloud Method。那 Cloud 里面的 Opus 啊4.6、4.7， 大家都还赢它了。它现在只输这个 Anthropic Cloud， 你相不相信？
它很厉害。当然，也就是说，在城市编码又变得更深等级，它是自主编程哦。最厉害的，我先形容一下哈，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我们讲这 Anthropic 的这个所谓的 Cloud Meter， 它是一种很神话型的，它可以自动侦测你的软体漏洞，回溯15-20年，它在很短时间把你 IBM 20多年前的问题找出来，还去解决。然后当你很多的软体前面这问题全部解决，它这么厉害的可以自动监测它的漏洞识别，然后去最后就修补 diagram， 然后就 remedy， 所以去解救很多东西。这问题在哪里？如果骇客抓到了，请问现在任何银行，你的所有的情资，你不是全部都可以解破？我告诉你，只要有骇客拿到，你们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厉害的坏人拿走。这已经太厉害了。所以 Cloud 这个的 Meter 现在在被限制，我觉得有点像到1996年当 Clinton 宣布你知道的陶丽羊啊，出生了从 A、B 两个羊，再用这个精子卵子在西羊里面生下了另外一个羊，长得一模一样。复制羊的时候就宣布不能有复制人，你可以复制猴，复制全世界都复制，不能复制，这是世界的恐怖。一样这个问题来了，可是你知道，不管怎么说，大家在比这个世界的未来，你知道中国就是不输人啊，输人不输阵。阿里巴巴它的旗舰 model 呢 ，QWen 3.7， 看你城市编码来，它也来搞这一套，没有想到它很快可以35条自主工作哦，而且可以自主编码、牵制工具调用，然后最后呢，你刚刚讲那个重点，我们讲 CP 值。分母 cost down 好便宜嘛，$1.32。我们它的性能哦 ，performance 哦，却提升57%、56%、56、57%。哎，请问一下，这样的工具就像那个当时这个 DeepSeek 出现ChatGPT 出现 DeepSeek， 大家就去用嘛，因为它便宜。这个原因，它一出来，你觉得怎么办？就是马上会让全世界西方的国家又吓到，所以大家就讲，哦，中国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出来。当然，它有可能就是美国先有了第一个，有了 model， 你要学习是比较快了，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再跳到比他前面，我就看到中国大部分是这种做法。那不管怎么说，中国这些一个一个的又出来，让全世界知道 AI 的竞赛，中国不会输美国，就这么清楚。你不管你今天说转个头，之前黄仁勋讲转个头就看到中国在后面跑了，我告诉你，美国已经跑累了，他体能还很强哎。我告诉你，你跑位到最后他马上就冲过了，这就是你看张雪机车啊，在这个欧洲的赛道一样，到最后啪就冲过了第一名，就这样的精神。好，同样问题也特别请教赖老师，这是大陆 AI 的这个逆袭嘛？另外刚刚提到的这款晶片是腾讯的沧海 V2， 而且说它击败了 AMD 啊、辉达等等，老师又怎么看？这是硬体了哈。我们看到基本上来讲，刚刚这个聂教授他所提到，我们一般是分3个层次来 PK 嘛啊。那原本大家都认为说，美国在基础这个领域，在底层这个部分比较强，中国在商务应用方面比较强，所以各有各的强势。现在的问题是在于，美国在商务应用这个部分的成本太高，那你只要成本高，你的费用就高，费用高，你的市场的很快的这种撒出去的速度就会慢，而中国大陆的费用这么便宜的话，它撒出去的速度就会很快。那你想，如果说在这个层次的比较来讲的话，美国要怎么去追中国大陆？也就是我可以便宜到你做不到的地步。那你美国未来订阅户，你就是变成企业少数人在订阅，而广大人他会考虑，我为什么要付那么高的价钱去用你的这个 GPT？ 我为什么不用这个便宜的？那一样的功能，甚至功能更好，我为什么不买便宜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竞争这个部分，美国已经失去优势了。另外，在底层建筑这个部分，大陆前一段时间我们在上礼拜也讨论这个节目也讨论过，它已经绕开了底层了。对。那这个部分里面，等于是你美国的所有的优势都不见了。好，那接着那就是硬体了。也本身也就是黄仁勋最自以为好的，就是说我的东西是好的嘛，英伟达的东西是好的。可是问题是在于，连华为都告诉你说，我可以赶上你。那当你硬件这个部分被证明说腾讯都赢你的情形下的时候，当然黄仁勋的东西卖不进去中国。当你的产品卖不进去中国，你失去了一个大的市场，而中国大陆开始可以进入量产的一个阶段，而开始反卖到国外去的时候，它变成是跟你是竞争者了。过去你几乎没有竞争者，现在你不但卖不进去中国的市场，中国的产品可以跟你对抗，那你在这个部分你的优势在哪里？所以我个人认为，美国的在晶片硬体部分的优势也是在消失，而黄仁勋正在台湾准备要盖一个4000多人的大厂。对，他要盖4000多人的大厂，我第一个念头想起来的是什么？不是这个厂不够新颖、不够现代化、不够好，
而是他要说要容纳4000个人。他说我要把4000个顶尖的人吸纳进来，谁供应？我们一个大学，我们就讲说台湾前3名大学，一个是这个台科大，因为要讲科技工程训练的话，台科大、台大、清大，你每个系每一年只培养几个人，不到每一个学他不超过100个人，那你能培养多少人？研究所不超过50个人，所以你的数量根本不够嘛。而中国大陆学理工科的学生的总和数量之大、规模之大、基础之大，更何况这个所有的 AI， 大家都会告诉你说都是华人。60%以上到70%都是华人。那当中国大陆的规模越来越大的，它的待遇越来越高，吸引力越来越强的时候，原来在美国工作的人，他受到的待遇环境跟他认为他不受到公平的待遇的时候，他当然不愿意在美国工作。在移动的3个层面来看的话，你在这条赛道上，美国怎么可能赢中国？现在你说美国也没有领先了，因为原来在3月前说我们领先2-3个月，可是现在是6月了。如果以3月的数据来推断的话，你现在根本没有领先了，所以并驾齐驱，接着那就是被中国大陆超越嘛。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场美中在 AI 的竞赛，考验的不只是在技术哦，还包括了 AI 的这个人才战跟整体的资金哦。我们持续看到，所以呢，现在来自于英国的最高网络情报首长，他也公开了示警，有关于未来的这个美中在 AI 的竞赛。他说，西方现在维持对大陆科技优势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甚至承认，中国已经成为科学还有呢科技的强权，而且在情报跟网络军事系统是具备高度成熟能力的。厉将军同意吗？我认为说，我又要讲《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有一句话叫做“行兵之极，至于无形”。用兵最高的阶段就是让人家看不出来你要怎么样来用兵哦。那如果说未来的 AI 能够在某一方面取得压倒式的优势来讲的话，当然它可以取代这个火力的竞赛哈，达到所谓《孙子兵法》所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那这种话怎么讲呢？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跟各位做解释。假如是说我们战场上面，譬如说一盘棋局，我讲的是象棋来讲的话，那在战场上面，你不可能看到对方这个每一步怎么走，你根本就看不到。可能对方16颗子里面，你可能只看到3颗、4颗，那还经过你的情报啊，包括你的卫星侦收到敌人的位置。可是光这几颗子啊，你知道这几颗子，你根本就不晓得敌人下一步，你的对手下一步会下哪一步。那甚至于你自己的16颗子，你都不见得很清楚它的位置。这叫什么？这叫战场之误哦，你根本就看不清楚。这时候就需要什么？以前我们战场上面是靠人脑来判断，就是说，根据这几颗子，我来研判哈，他的这个将可能在什么地方，他的炮可能在什么地方，他炮下一步可能会走什么位置，那我要怎么来因应哈？大概战场上面类似这种情形。那当然，如果说能够全盘看清楚，那当然我很清楚。而且不但如果说全盘能够看到对方每一个子的位置，还可以精准的预测出来他下一步会走什么地方。那当然你获胜的几率就非常之高。所以这就是 AI 的功能啦。在战场上面，它可以协助指挥官做这方面的判断，它可以很清楚的从这个情报从这个卫星、战机侦察机所收，或者是说无线电机所收集到的相关这些情资研判出来情报，然后断定出来下一步敌人可能会怎么走，敌人的兵力部署会在什么地方。那你自己这边你也很清楚自己的兵力部署，你也很清楚自己应该做哪一段。这时候如果说借助 AI 的话，你就不用人脑去判断，那有时候凭良心讲，只有些机运啊。我自己研究过很多的战士，我觉得有时候战场上的获胜，有时候是有一些机运跟运气在了，但战场上你不能都靠机运跟运气啊，对不对？你可能运气不好你就战败了。所以如果说有 AI 协助主官来做相关的判断，可以提供他更精准的判断，也更了解敌人的情形，然后将战场之误全部清除掉。我觉得如果在这方面你已经取得优势来讲的话，那对方如果说没有这方面的协助，那当然就是能够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这个作战目的。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
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我们要来赶快看到是中国大陆跟日本近期是狂抛售美债哦，尤其呢对于美债的购买，大陆的部分已经创下了18年的新低。同时也在去美元化正在加速当中，怎么回事呢？另外，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美国内部的问题，尤其是在夏季的消费季要大降温。现在专家也说，美国正式进入所谓的 K 型经济会持续的扩大，同时会陷入内需的失速跟债务危机当中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到，是因为呢，美国的这个经济的危机在夏季现在有可能扩大，而且 K 型社会正在逼近。来自于专家的说法，原因是因为呢，川普现在持续的推，也最高金额达到1660亿美元的这个关税退税，确实是有把这些关税退给一些企业跟消费者，被视为史上最大的一个刺激政策，金额是最多的。但是呢，现在一直在施行之下，可以看到效果正在逐渐的消退当中。来自于多位经济学家跟零售高层，他们都示警了。虽然说拿到了这些钱，但是这个刺激效果现在看起来已经明显的在降温，消费动能他们特别提到了，在夏季的时候降幅会是最为明显，而且是立刻放缓的。确实，我们来看到美国第3季的 GDP 有所下降，从这个已经来到了2.1%，是远低于前一季的2.6%的降温讯号，现在说逐渐的浮现出来了。而且呢，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来自于路透社报道，有关于美国低收的入户的这些人口。来自于你看纽约的这个联准银行的研究指出，低收的人口跟低教育跟育幼家庭，他们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粮食不安全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在在美国的部分呢，我们看到这些富者，他们靠着这些股市啊资产不断的扩大当中，但是这一些低收的人口，他们却面临连食物都没得吃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困境。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消费者信心在5月份可以看到已经出现了数字统计是大幅下滑，而且有70%民众现在是在缩减开支当中的。尤其看到油价的部分受到的影响非常的大。2月底俄乌战争爆发前，全美汽油价格约是每加仑2.98美元，5月份已经来到了大部分是落在4.5美元以上。民众对于未来的就业市场前景也非常的悲观，大部分的受访者都表示认为说工作机会是不充足的，认为工作机会充足的比例只有25%，这个数字还是3年以来的最低水准。民众过得苦哈哈。另外一头，我们来看到的是政治与现实出现了强烈的反差，尤其是川普政府在这边白宫哦，即将就是川普的生日了，他在此刻呢规划他的80岁的生日。要在白宫举办 UFC 的格斗赛来庆生，现在预估出来了，花费会达到6000万美元，换算新台币是19亿的新台币哦，引爆了外界质疑有没有必要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来看到这位是诺贝尔的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他就痛批了川普，并且他也拿普丁来做比喻。他说：“我们知道普丁用数十亿财富自肥，但他并没有直接从国库拿走。但是他说呢，川普是直接最明显腐败的一个领袖，也不演了，直接就让民众看出来。节目一开始要请教聂老师怎么看？尤其是这个夏季消费会不会失速？因为这些专家是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示警，还有美国 K 型化的社会是否导致明显的阶级跟生活分裂，聂老师怎么看？好，先讲一下，去年7月9日6月14号，这个你知道这个 One Man Show 啊，这个川普他喜欢秀，就开始来个大游行，就大家就散步这样，他在秀他的这个 muscle， 觉得他们的军事实力够强，这川普要表演。那他今年80岁了，大概他又要秀了，很快他的生日要到了。现在我要特别先在引用这个 Krugman 这个人讲的话。Krugman 是谁？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请去爬文一下。2008年唯一一个人得奖，很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2、3个人得的，他是一个人得。他为什么会得？是在金融海啸，他预估到很多事情。当然预估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虚了，我先不讲这个，讲 Krugman 当时觉得要解救啊金融海啸有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刺激内需。刺激内需这是什么？这就是凯恩斯所讲，他是凯恩斯的忠实信徒，因此2008年金融海啸得诺贝尔奖 Krugman， 他有指标作用。他今天讲了，他是最明显腐败的领袖。为什么？你完全破坏了经济学基石，我们学经济都知道供需平衡。
你完全你有商人利益，商业跟经济不完全 match 哦，经济是基础，商业是在base在经济上所做的行为。他我讲不好，你就以利益走他自己想要的东西，这违背了经济学基石，因此他痛骂是最腐败的领袖，所以他搞乱了很多金融市场的东西，包括你看你这样移动，你感觉好像要把美国做伟大 ，GDP 越弄越糟，2.6到2.1，好了也就算了，因为所谓的 GDP 的数字也不是多重要，因为它是 business cycle 嘛，我们叫做景气循环，总会回来，总会下去。我现在重点讲，刚刚讲到 K 型，这个 K 型在台湾也发生，这是非常明显而且很严重的哦。K 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再强调一次，在这个科普，K 往上的就是现在 nowadays 最夯的科技 AI 科技，只要走上这条的都大赚财富，股市大增，你有钱了，财富有钱。可是另外一端，我跟你讲，美国中西部很多农民啊，他并没有那么懂科技，他也不知道去追这个浪潮，他就是这一端，也就是他开始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财富缩水。那刚好川普就把世界搞乱，通膨上升。那你知道那个我们所有东西都应该要这个物价平整，所以你如果是实质财富，它更缩水，那这个惨了。我跟你讲，这时候农民你知道，他好像感觉他生活有便利一些，因为很多的 AI 的 gadget 出现，对不对？他想 AI 科技的生活便利，可是他们现在慢慢会忍什么财富缩水的经济苦楚。我觉得现在我们讲川普带进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此我觉得不久将来了，川普如果还继续下去，我觉得他也就是刚讲的，民众会越来越不能接受他的做法，即便是原来你要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要保护主义，要保护我们，要让我们更好的接人，原来这么喜欢，甚至他的粉丝可能都会跑掉了。因此，我觉得你说其中选举就要到了，到底会怎么样？如果还是这样的走下去，他机会应该不大了。好，那同样的问题，李将军有怎么看？美国川普去年提出所谓的大而美法案，开始实施退税，那平均退税的金额是$3500美金，可是这$3500美金是平均，不是说每个人都有。可是如果说这个收入比较高的前1/3，它的金额大概获得所有退税的13%这么多，是比较多的。那后半段的这种后半段的1/3，它平均退税只有退税金额的6%，很明显嘛，就是说，因为我当初就是因为我的收入比较高，那我收入比较多哈，所以当然我退的钱就会比较多。那我收入比较少，我当然退的金额比较少。所以说，对于生活在这个中下阶层的这些民众来讲的话，这些退税的金额对他来讲并不是很高的。那这是第一个哈。所以为什么会有 K 型化，也就是如此。当然我有钱，我不在乎这个，那我拿这个钱会干什么？我退税钱，我去买股票啊。对不对？我股票以后，那最近这段时间股票大涨，他收入更多哈。那当然，穷苦人家来讲，他退税的金额就本来就比较少。那他为了应付生活来讲的话，他必须就要支出。我们再看第二个，我们看支出来讲的话，美国事实上，今年这一年，尤其从年初到现在，其实从去年，因为它的关税法案就造成国内的通货的膨胀，因为大家很清楚嘛，就是所有关税事实上最后都是回归到美国自己消费者的身上，那税率当然会增加，尤其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因为伊朗战争的爆发，让油价的暴涨。我举一个很具体的数据跟各位讲，美国我们总是要吃嘛，食物是最基本的。光食物来讲的话，美国食品的这种通膨税率就已经到达多少？已经到达6.1%哈，已经到达2.9%那么多。那蔬菜水果是6.1%，为什么蔬菜水果会特别多，比食品还多呢？因为水果一定是新鲜要送的，对，就我今天采地产了以后，我一定是这个在运送的过程之中，我一定要最快速度送到哈。那有些食物来讲，譬如说米啊、面粉啊这一类来讲，它可能还可以这个放一段时间。那新鲜东西一定要立刻就送。那为什么新鲜东西反而会比较涨比较高？因为牵涉到油的问题，你这个油价就上涨了嘛。尤其是最多这些通膨胀倒不是说是零售商他要去涨价，而是因为它运输的过程，将这食物从产地送到消费者手上，这段运输的过程之中才有的涨价。那逼的包括食品就涨了2.9%，蔬菜就涨了6.0%。所以说对于消费者来讲，当初你发的那些退税钱，我很快的慢慢就用完了。第二个就是美国来讲，消费的习惯，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早买早享受，这个晚买享折扣哈。这个当然美国人他没有什么储蓄的习惯，所以一旦这个通货膨胀，一遇到通货膨胀，
或者是这个油价上涨来讲的话，对他来讲，生活马上就会面临很大的负担，因为他之前没有别的储蓄。那如果靠这个原来退税的这些金额，很快这些退税的红利很快就这个用完了哈。那在这种，所以我认为说是夏季的消费慢慢就会失温。那美国的 GDP 往往都是靠民众去家庭去消费，你才有这个 GDP。当民众消费力减弱来讲的话，当然美国的 GDP 也会跟着下降。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前半段是这个美国自己内部的经济状况，还有整体的这个消费状况，预计在今年夏天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放缓的趋势哦。对于经济的重击，接下来还要再做持续的观察。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把这格局再放大，因为呢，其实整体看哦，美国的赤字一直在不断的放大当中。尤其刚刚我们上一段谈到的是说，美国现在正在退税嘛，退税一部分又增加了美国的赤字。而现在美国面临的问题就是它的国债本来就已经很高了，39兆美元，还要加上呢，每一年竟然这个利息高达了1兆美元，财政现在压力非常非常的大之际呢，美国想要卖它的美债，但是我们看到这些重要的重点国家买美债的重点国家都开始抛售美债。首先看到的是日本，日本减持的美债资金477亿美元，再来中国大陆降到了6523亿美元，这个数字其实是2008年以来最低了。而其实从去年初开始，大陆持有的美债就已经暴减幅度高达了14%。现在要担心的事情还有1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升破了4.61%，一旦突破了5%，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讯了。那光是3月份外资单月持减美债金额超过了1000亿美元，难道现在这些国家也不再信任美债了？美国霸权受到影响吗？赖老师怎么解读？当然受影响。巴菲特都提出警告了。巴菲特都认为美元很有可能会崩解啊，所以事实上各国都在做这种避险啊，尤其是大国。你想，中国大陆一个经济体这么大，人口数这么的多啊，而且它的这个海外资产已经超过日本，这个对日本来讲冲击很大。日本的日币成为避险货币都已经地位都动摇了，因为当中国的海外资产超过日本的时候，日本在过去它的日币可以成为一个避险的这样的一种地位，它本身就开始往外动摇的情形下，你想日币一直在贬值，日币怎么去挽救它的贬值？当然，它必须要介入，它的钱从哪里来？从美国这边来。那从美国这边来，当然就开始在抛售美债。可是抛售到美国受不了了，所以您看到，当贝森特要去北京啊，去跟川普会合啊，去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他先到日本一趟。到日本一趟，他的目的在哪里？就是告诉日本不要再卖了，你再卖我也受不了了。所以很明显的就是，事实上对日本来讲，他要救日币，他要卖要在卖美国政府的公债。中国大陆是有计划、有节奏的，一直在稳定的卖掉美国政府的公债。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这是一本账嘛，这本账美国事实上政府破产的可能性很高。我们就拿2025年来看，2025年才刚去年嘛，那今年情况看起来更糟。可是去年对美国来讲是好年啊，美国在去年的时候，它的税收啊比过去还多，5点多啊，就5点多万亿，5兆多美元，5兆2350亿美元，这么的多。可是你知道去年它的政府的财政赤字是1兆7000多亿美元了。也就是说我的收支这么的多，结果我的开销更大。对，那这是发生在去年，今年又有战争，那它的开销更大了。可是问题就在于美国政府的税收每一年，您刚刚讲的要支出1兆多美元。那因此，美国政府要怎么减少它的利息的支出？它必须仰赖的是联准会的降息。可是现在的联准会已经说，降息跟升息是各半了。过去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升息的声音，只有听过降跟什么时候降，降多少。现在已经告诉你说，我不但可能不降了，而且还可能会升息。原因在哪里？失业率在增大，通货膨胀没有减少。那对于美国的联准会来讲，经济过热，要怎么去刹车？怎么可能再降息？当然要升息。一旦升息，那美国政府负债的就更大了。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财政的缺口就会更大。那缺口更大来自于哪里？医疗不能减，社会安全支出不能减，
债务的利息不减反增，再加上军费开始又扩大，你说美国政府有没有可能到今年或者明年陷入危机？那你如果是大国，你要不要做避险？好，谢谢赖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我们要持续关心的是军事面哦，这个伊朗的无人机炸翻了中东之后，我们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大陆的武器哦，雷射武器，光剑21A 现在现身在阿联的杜拜机场。现在要来看到是大陆的雷射武器领跑全球，那么连美国都想要做类似于雷射的各种武器，所以他想要成立的这个是美国的雷射舰队，但是到目前为止其实还只有蓝图而已。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好，在这一场中美伊之间的不对称战，大家也看到的是说，让美军跟海湾国家现在感到非常的头痛。最大头痛的点就是来自于这种低成本无人机的攻击，所以呢，美国一直在想说，接下来如何应对这些低成本还有难防御的新型武器呢？而最好的防御武器，现在说了，就是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雷射武器。那目前最成熟的雷射武器，我们今天也会来看到，就是今天要来看到这2款大陆所研发的光剑系列的武器，主要当然了，就是要来应对无人机了。好，赶快看到哪2款？首先第一款是光剑11E，主要呢是这种软杀伤的武器，能够让它瘫痪。然后呢，失去无人机的侦察、导航、定位的功能，而且它的优点是它的体积真的还是比较小的，所以呢，相对的它的机动性就会比较高。好，第2款武器就是光剑21A 了。这款武器的话，跟光剑11E 走的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它是硬杀的，在比较远处的时候，它就能够摧毁对方的无人机的。使用的是高能连续的雷射技术，重点是它呢可以是车载的移动式武器。所以它的机动性在空战方面也是非常强的。目击者说，曾经看到它在阿联的杜拜国际机场有出现过，是不是当时就已经被中国大陆给买下来了呢？大家在做讨论。而中东的另外一个国家，这个是沙烏地阿拉伯，同样也跟大陆购买了今天要来特别看到的这一款，一共是8套的，这个叫做极尽猎手，累积已经摧毁了在实战当中110架胡塞组织的武装无人机，拦截成功率高达95%，算是非常非常的高。20分钟内可以连续击落高达13架的无人机。雷射武器成为新的战场潮流吗？厉将军怎么看？我讲一个数据哈，这次伊朗战争，我们都知道美国有一个航母战斗群叫福特号航母战斗群。这福特号航母战斗群，除了说福特号自己本身的舰载机之外，它周边还有它的伯克级的驱逐舰哈，还有它的巡洋舰在旁边护卫。那这个整个福特号航母战斗群，它的垂发系统就是伯克级这些驱逐舰，总共垂发系统有800具这么多。那它这个发射的战斧型巡弋飞弹，总共是207发，207枚的战斧型巡弋导弹，也就是说，它800具的发射系统里面有只能用1/4在发射攻击型的武器，那另外3/4的这个垂发系统在做什么？装的都是防务自己舰队军舰自己本身的这种反导系统的导弹。所以你就知道，按照这种数据来看的话，当然我们这个我又要讲《孙子兵法》哈，《孙子兵法》这个先求全军，后求破敌，你一定要先保全自己的战力，再想办法去战胜敌人。所以说，你看一艘军舰来讲，它会用到3/4的垂发系统放在这个反导系统的这种导弹上面，然后只用到1/4在做攻击性的武器。那当然，这对这个军舰来讲的话，这个对于这种发射平台是非常的可惜，也非常浪费。可是你又不得不放很多的在这个反导系统，在这个垂发系统，你不能全部都放战斧型巡弋导弹，那一架无人机来，你整个就再多都没有用，就被摧毁了嘛啊。所以说，如果说是有这种雷射武器装在军舰上面的话，那你想想看，它是不是可以空出很多的垂发系统来装战斧型巡弋导弹，对它的攻击力
攻击力道就会比较强。那中国在这方面确实研究很久，我们刚刚讲的，包括沙烏地阿拉伯买这个极尽狩猎者，这已经是成熟的一种雷射武器。那时候沙特为什么要买这个？因为胡塞经常用无人机小型的无人机去攻击他的油田，他为了保护自己的油田，所以他就买这个极尽狩猎者。但是这还是算旧款的，那就已经这个发挥很高的这种效能了哈，将胡塞的很多攻击他油田的这种无人机摧毁掉。那现在来讲，我们看到去年9·3阅兵的时候，这个解放军有很多新型的雷射武器，那确实应该是已经成军了，不然的话他不会在这个阅兵场合之中正式推展出来。其中最大的我们看到有叫燎原1号，各位应该如果还有印象的话，那个燎原1号那个体积就很大，那可能是装在军舰上面。那陆地上面随着车子机动的，就是光剑21等等这些雷射武器，当然可以取代很多的防空导弹。那最重要的，我觉得如果说你用短程的防空导弹来讲的话，那成本是非常高的。可是用这个雷射系统的话，它的成本大概只有10块钱美金左右，是非常便宜又非常好用的一种自卫型的防卫武器。好，这个将军特别让我们看到是中国大陆它的这个雷射武器的优势跟它的战力哦。那么其实呢，包括了其他的国家看在眼里，也同样要发展这种雷射的防御武器，包括了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到美国、还有英国、还有以色列跟土耳其。这些国家也是同样的全面投入，那到底表现得如何？我们也持续来看。以色列它是用它的铁素的这个系统，成功拦截了哈马斯真主党的无人机，而且发射成本只有几美元而已。再来看到美国了，积极的研发雷射武器，刚刚说了嘛，它还要打造这个是叫做雷射舰队，能不能做得到还要再观察。英国呢，预计2027它会服役4、5型的驱逐舰上面，可以击中1公里外这种硬币等级大小的目标，单次成本13美元。土耳其呢，同样现在自主研发的叫做钢铁穹顶，整合多款国产的车载，还有固定式的雷达武器。赖老师怎么看？过去雷射武器就是我们大陆叫激光啊，它可以用在比较高端的军事武器的防卫功能上啊。例如说，包括对人造卫星的攻击，这是当时雷根在星单计划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思考的。用这个雷射武器去攻击人造卫星、军事卫星的一个功能，后来被认为说可以用来去攻击这个战机高速飞行的战机，或者在高空飞行的这个战机，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可以用来攻击这个导弹尤其是超音速的导弹，能不能让它的这个眼睛致盲，就是把它的这个侦测系统把它打掉。但是因为它需要非常庞大的电力也就是说它要去打很远，然后要造成高温去燃烧的话，它需要非常强大的电源。但是现在无人机成为在俄乌战争的主战场中的一款武器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雷射武器被用在近空的防御中，成为一个主要的力量了。那这个部分里面，它最主要的优点就在于它本身的发射的成本很低。它每一波的光速的发射成本，例如说英国的可以，英伟算贵了还要13美元。可是，一般无人机的造价最便宜也要400美元，是贵一点可以到5万美元。但是如果说你要顶贵的，像美国的那种，那就是几百万的美元到上千万的美元，那就甚至还要到1亿的，那就更贵了。可是问题就是它碰到这种激光的时候，它的本身也要看它的电力跟它的雷射，还有它本身的每一次的发射的速度来看。但是在无人机的时代我们可以很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雷射武器一定会成为一个主要的防御性的武器。也可以说你可以把它说成是攻击性的武器。可是我觉得除了雷射武器以外，电磁炮也会是一个主要的武器之一所以我们也看到大陆也在测试，美国也在测试各种电磁炮，因为电磁炮它的发射的成本更低，是它不需要很高度的弹头或者是精密的弹头，所以我个人认为武器一直在改变中。那雷射武器成为现在的主流主战武器之一了。好，那雷射武器有优点，那缺点也有哪些呢？那聂老师又怎么看？ OK， 我觉得川普是后知后觉者，讲不好听一点，他觉得他军事能力很强，随便就可以打倒对方。结果他发现丢500-600万的爱国者飞弹去拦一个2万块的
这完全不对称的这种无人机，他受不了了。对，他现在才开始说要打造雷射舰队，合理，本来就要用低成本，刚刚讲的，可低成本没有错，我跟你讲它是便宜点，它有3大好处了。我这样讲，第一个你刚刚讲小嘛，第二快嘛，第三个你可以有效拦截，但是小真的这么小吗？我跟你讲，它背后需要很大的耗能。讲不好，它耗能还有一些散热问题，它旁边就必须要有完备的电池，还有储能。它现在全世界还没有很微型化的这些东西，储能还是很大。它小，它旁边还是有很大的储能，所以不是你想象这么小，它还是有它的困难。你讲的缺点啊，有正就有负。第二个呢，我们讲快，你攻击很快速，我跟你讲不尽然的哈。为什么讲攻击不一定快速？因为它是一个单次的这个接战的，它很耗时。为什么？它一次一个目标，都打一个目标，它转另外一个目标，它第二次打，所以它虽然可以好像打得很快，速度快，但是它没有办法饱和打击啊。它要一次一次打的哦，除非你要很多去这个完全这样子整个天空去布局，我觉得这也不是你想象中的这么的好啊。当然它可以达到有效拦截，可达到有效拦又出现问题了。最严重问题就是环境的限制。我不管怎么说呢，你知道天空会下雨，会有云会下雪，甚至有些地方还有雾，有这个尘霾，有这个各种东西，你知道烟雾等等，都随时可能会阻挡你这个雷射的效能，而使它降低效能。这是一个重点，就是它没有办法全天候攻击。当哪一天这个天气不好，到时候这个激光就出不了问题，这时候人家攻击人怎么办？这个你就必须要有配套措施。最后还有一个，你也还要想到，当人家发现你有雷射攻击，有这种激光攻击我的时候，我呢，你要攻击我的目标，我以后的无人机上面装上一些讲慢涂抹反射涂层，你就打不到，你看不到，无法感应啊，你没有办法侦测到，弄一些隔热层，或这些高度旋转的，你就有可能防掉。所以我说，所有东西啊，一体两面，有正就有负，有优点有 advantage 就有 disadvantage 就有负面。